那大师认为该怎么做？贫僧会杀死恶灵，毁掉恶灵依附的身体，不给恶灵转而附身其他人的机会。从此以后，江山社稷得以安宁，皇上也会恢复健康。皇上，此恶灵形成时间长，威力很强，需架上火上烤，等躯体燃尽，贫僧会做法抓住恶灵，将其击碎，一劳永逸。大师此法甚好。宜贵妃和玄机大师闻言一喜，可嘉圣帝话锋一转，请王却让罗书成来见朕。罗书成，军工处的首要人物，大起的军事武器都是出自他的手。是，皇上。不一会儿，罗书成到来。罗大人，你看看这两个雕刻之物有何不同？罗书成拿着那木偶和一根木簪做对比。皇上，这木偶和木簪不是出自同一人之手。皇上，罗大人所言不可信，谁不知道罗大人和安南郡主关系亲厚啊？你的意思是朕老糊涂了，是非不分？臣妾不敢。嘉圣帝没有继续和宜贵妃说，而是继续问罗书成：你怎么证明这木偶和木簪不是出自同一人之手啊？皇上，这木簪是出自安南郡主之手，臣见过安南郡主的手艺，这木偶的雕刻技术和安南郡主的手艺比起来要差得远。皇上，这木偶取出来以后是否被人打开过？嘉圣帝不明所以，看向萧景祺。这木偶从地里取出来到现在，除了刚刚取铁钉的时候，其他时候还没有人动过。罗大人的意思是，这木偶里面是空的。木偶是实心的，但是这个木偶却不同于一般的木偶，这个木偶有机关，雕刻此木偶的人很聪明，他将机关眼和铁钉眼融合，这是我们军工处常用的手法。说到此处，他运用巧力，瞬间将木偶打开成两部分。他往木偶里面一看，皇上，这里面有字。呈上来。罗书成将木偶递给高权，再到嘉圣帝手中。丁卯年7月21寅时，济南西。皇上，这是臣的生辰八字，如果木偶是臣做的，臣为何要在木偶里面写上自己的生辰八字？皇上，安南郡主此言差矣，这种巫蛊之术是最狠的做法，以自己为引，下巫术害人，也可以取代被害人。这木偶里面的字恰恰可以证明这木偶就是安南郡主做的。济南西和玄机大师之间离得有点远，他不能用药粉让玄机大师说实话，在嘉圣帝眼皮底下动手脚，一旦被发现，他以后会失去嘉圣帝的信任的。他必须找到证据，证明自己的清白。皇上，玄机大师一人说了不算，臣认为应该请佛门中人来判断，在木偶里面留下一个人的生辰八字，到底是取代还是被害。朕同意你的说法。臣已经派人去请普隐寺的住持了，相信很快就到了。玄机大师一听他请了普隐寺的主持，顿时面色就变了，眼中还闪过一丝慌乱。皇上，为了江山社稷，贫僧恳请皇上允许贫僧立即做法，驱除恶灵，以保江山和朝廷安稳。放肆！安南郡主是大启之光，为大启立下汗马功劳，岂能容你污蔑？皇上，只要能够处死恶灵，贫僧愿意以身献社稷。请王。萧景祺立即上前，将剑横在了玄机大师脖子上。再敢妖言惑众，立即杀了你！玄机大师腿忍不住打颤，可是等主持来了，他也是死，不如现在搏一搏。他眼睛一闭，就想往萧景祺的剑口上撞，萧景祺直接抬脚将他踢飞。找死！皇上，秦王这是在杀人灭口啊！秦王想要杀人灭口，大师岂能还活着？等普隐寺主持来的这段时间，嘉圣帝继续问罗书成：你刚刚说这是你们军工处的常用手段，你去给朕查清楚，这木偶是出自谁手？是，皇上。秦王，你也去，以最快速度查出此人。是，皇上。
萧景琦和罗书成离开，二人合力很快就找出了那雕刻木偶的人。皇上，此人名为陈登，是他雕刻的木偶。你为何要害朕？从实招来。陈登低着头不说话。罗大人和秦王真是好本事，就这么一会儿就替安南郡主找好了替罪羊。陈登是吧？看你年纪，你应该是上有老下有小的，你家人还在等你回去，你可得实话实说，你别害怕，皇上会替你做主的。宜贵妃娘娘，你这是在提醒，还是在警告威胁？安南郡主这是做贼心虚了。这句话不应该送给你自己吗？纪南希神色冰凉，宜贵妃心里一抖。陈登，是谁指使你迫害的皇上？你再隐瞒下去，才是真正害了你的家人。只要你如实交代，皇上会宽恕你的家人。是宜贵妃娘娘用我的家人威胁我，让我雕刻木偶，不然他就杀了我的家人。你撒谎！你还有什么话可说？皇上，臣妾是冤枉的，一定是纪南希指使臣的诬陷臣妾。就在这时，有内侍进来禀报：皇上，安南郡主的侍卫带着人来了。选。随着嘉圣帝一声令下，穆青带着普隐寺的主持进殿来。此人声称是普隐寺的高僧，主持，你可识得？郡主，此人先前名叫玄机，的确在普隐寺待过一段时间，不过因为犯了色戒，早已被逐出了寺。这木偶里面有字，外面有铁打，分别代表什么？根据铁钉所钉位置来看，这是世间最邪恶的巫蛊之术，同时诅咒木偶的真身，也诅咒木偶里面留下的这人。换句话说，此巫蛊之术诅咒的就是皇上和郡主。纪南希想问为何嘉圣帝有症状，他却一点反应都没有。可这里闲杂人太多，他不能问。皇上，如今证据确凿，是宜贵妃娘娘下了巫蛊之术，诅咒臣和你。宜贵妃，你可知罪？皇上，臣妾是冤枉的，是纪南希勾结主持陷害臣妾呀！皇上，您要为臣妾做主啊！宜贵妃的头磕在地上，砰砰作响，不一会儿，额头就磕破了皮，渗出了血。皇上，老衲的确与郡主相识，但出家人不打诳语，这巫蛊之术随便找一个佛门中人都知道其含义。纪南希知道宜贵妃肯定会抵死不认，突破口在那玄机大师身上。他走到玄机大师面前，一脚将其踢跪下。说，你为何要害皇上？他在动手的时候已经对玄机大师下了药，先前的他还没有洗清嫌疑，他不能贸然用药。现在他已经证明了自己的清白，他要的是真相。宜贵妃娘娘给了我10万两银子，让我害皇上。从实招来。玄机大师将事情的来龙去脉娓娓道来。玄机大师说完这些的时候，身体都抖圆了，他已经清醒过来了。皇上，草民是冤枉的，都是宜贵妃指使的，皇上饶命！好你个玄机，竟然欺骗到朕的头上来了！你方才说安南郡主是恶灵，还要活活烧死她，让她魂飞魄散。嘉圣帝恨得牙痒痒，如果他不是信任纪南希，而是信了玄机大师的鬼话，那纪南希早就化成了灰烬。朕记得你刚刚说邪恶的东西应该焚烧其身体，然后做法击碎其灵魂，让其永世不得超生。朕觉得此法甚好，正好适合你。来人，将玄机压下去，处以火刑，立即执行。主持啊，你去做法，朕要玄机的灵魂永世不得超生。玄机知道求情没用，整个人瘫软在地上，他很快就被侍卫拖走。主持也领了嘉圣帝的命令去做法。陈登虽然是受了宜贵妃指使，但他也是共犯，被凌迟处死。剩下的就是宜贵妃和他的宫女，他宫里的人只要参与了此案的，全部处死。宜贵妃，事到如今，你还有什么话可说呀？朕待你不薄，你为何要用如此恶毒的法子来对付朕？皇上，都是纪南希害的，臣妾的本意是要除掉纪南希，
臣妾从来没有想过要害皇上。皇上，纪南希是个大奸臣，他说什么您就信什么。早晚有一天，大齐的江山都要落到他手里，臣妾要替您除掉他。放肆！事到如今还不知悔改，你真是太让人失望了。宜贵妃如果真的只想害纪南希，还可以用其他方式。这巫蛊之术明明是把她也给诅咒了，宜贵妃肯定也恨她抄了白府吧。宜贵妃明知巫蛊之术是宫中禁术，却明知故犯，谋杀朕，其罪可诛，其心可灭。先废除贵妃之位，贬为庶人，当场自行了断。皇上，臣妾错了，求皇上饶命啊！皇上，高权，准备。父皇，饶命啊！这时，萧景瑜突然出现在殿门口，他快步进来，扑通一声跪在嘉圣帝面前。父皇，看在我母妃伺候您多年的份上，饶她一命吧，求您了，父皇。她没资格做你母妃，再求情，与白氏同罪。萧景瑜见求嘉圣帝没用，他的目光落到纪南希身上。萧景瑜也顾不得这么多了，他转了个方向，朝纪南希磕头：安南郡主，您大人有大量，不要和我母妃这般计较，我母妃的错我来承担，求求您救救我母妃，您要我做什么都可以。纪南希想起之前丞相府被满门抄斩的时候，萧景瑜一个求情的字都未说过，如今为了宜贵妃，他竟然愿意求他这个仇人。殿下，你还是给白氏收尸吧。就在这时，高权端着托盘过来，上面放着白绫和毒酒。赐死！白氏，犬一样吧。皇上，臣妾和您相伴多年，您就如此狠得下心？你有资格问朕。如果时光倒流，我坚决不再进宫，不要嫁给你。皇上，不要为难我们的儿子，此事鱼儿毫不知情，我一人做事一人当。他端起那杯毒酒，放到嘴边，一饮而尽。母妃！萧景瑜大吼一声，冲到宜贵妃身边，抱住宜贵妃。鱼儿，好好活着。宜贵妃想要抬手摸摸萧景瑜的脸，然而她的手还未触碰到萧景瑜的脸，就突然垂了下来。他死了。母妃！宜贵妃死在他怀里，他作为儿子却无能为力，这样的仇恨他毕生难忘，他会不惜一切代价报复仇人。皇上，白氏已死。嘉圣帝面无表情，他到底是心软了，将宜贵妃的尸体交给了萧景瑜。宜贵妃如今是庶人，再也不能见皇陵，她是戴罪之身，连丧葬之礼都不能举行。这一切都是他咎由自取，怨不得旁人半分。嘉圣帝让萧景瑜把宜贵妃的尸体带走以后，又和纪南希说了会儿话，才让他离开。此时主持的法事已经完成，他向嘉圣帝复命以后也出了宫。今日多谢住持的帮忙，不知住持是否有空，请到神仙居一坐。玄机打着普隐寺的名号在外作恶，我也有责任惩戒他。我还得赶回普隐寺，就不叨扰郡主了。以后我们还会再见的。主持，那巫蛊之术为何对皇上有作用，对我却没有作用？郡主，天机不可泄露，这些东西不是我这样的凡夫俗子可以窥探的。纪南希闻言暗暗心惊，普隐寺的主持在老百姓心中是神仙一般的存在，这样的人说他是凡夫俗子，那纪南希又是什么身份？郡主，这一次的巫蛊之术的确是最邪恶的，如果不是你的生辰八字也在里面，皇上早就不存在了。此话何意？是你保护了皇上。主持看出了纪南希在想什么，他显然不打算继续说了。郡主告辞。主持慢走。萧景瑜的府邸书房，萧景瑜将自己关在书房1天1夜了，水米未进。殿下，皇上带着婉贵妃娘娘、小殿下去神仙居了。什么？萧景瑜那布满血丝的双眼瞬间迸发出无尽的恨意。我娘的头七都未过，她竟然带着别的女人出去寻欢作乐，一家3口可真幸福呀！这话陈亮可不敢接。母妃，可怜您一生痴情，可别人根本不记得您的好。您放心，儿臣一定会为您报仇的。所有害您的人，儿臣一个也不会放过。他的眼里充满了杀意。陈亮离开以后不久，季兰就来到了书房。殿下，
您得振作起来啊，殿下！您这样，老儿疼的心都碎了。季兰声音忧伤，可她的眼底却不见一丁点的难过，心里反而有一丝窃喜。萧景瑜越是难过，就越恨季南希。我会振作的，兰儿，我要努力。殿下，我来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我有孩子了。殿下，我们有孩子了。一开始的时候，萧景瑜以为自己听错了，直到季兰重复一次的时候，他才确定自己没有听错。兰儿，你……萧景瑜喜极而泣，有了孩子，他就和萧景睿一样。太医确诊过了吗？还没有来得及让太医确认，我回了我娘家，我娘亲可靠的大夫看的。我马上让太医来把脉。季兰笑着点头，她笑着笑着，脸上的笑容就消失了，满眼寒冰，恨意十足。消息传到萧景睿的府邸时，他正在和玉娆公主说话。殿下，皇上去了神仙居。李琦，皇上可曾来过我府上？皇上从未来过殿下府上，就连武殿下的府上也未去过。皇上宠幸外臣，竟然已经到了比自己亲生儿子还要好的地步。也不尽然，属下觉得皇上对小殿下就极好，还让安南郡主做他师傅。萧景睿想起之前主动靠近季南希的事，当时季南希是明确拒绝了他的，可如今季南希却选择了扶持最小的萧景恒，他早已恨意丛生。按照计划进行。是，殿下。李琦又给萧景睿禀报了另外一条消息：武皇子妃有身孕了，刚刚传出来的消息。老五动作倒是挺快的，可惜晚了。要论嫡长，也是我的孩子先出生，他不足为惧。加强府里的戒备，特别是玉娆公主的饮食，一定要严加防范。是，殿下。到了傍晚，嘉圣帝回到宫里，就听闻了季兰怀孕的喜讯，于是立即下旨上赐了很多东西。与此同时，季南希也听到了穆青的禀报。给季兰看病的大夫是谁？暂时还未查出来。根据季兰怀孕的时间，应该是她去蓝关和楚天渊谈判不久以后的事。她对大齐境内医术好的大夫自然是很了解的，但是没有一个大夫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让季兰恢复身体，怀上孩子，除非那个人是叶时。楼主，要不要动手？不用，季兰如今有了身孕，正是高兴的时候，就让她先高兴一会儿，让她体会什么叫乐极生悲。季兰和玉娆公主如今是对手，她有了身孕，玉娆公主岂会轻易放过她？暂时让他们两个去斗吧，她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。明天我要做手术，不知道手术时间多长，你好生配合秦王，别让人靠近神仙郡。是，楼主。到了第二天早上，谢云初来得很早，萧景清做他的助手。午时过后，季南希的手术结束，一切顺利。安南，你怎么来了？季南希的大脑现在在高速运转，在谢云初做完手术以后，他的记忆就逐渐恢复了。他昏睡了几个时辰，他的记忆已经接收完毕。师傅，您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他在说话的时候，自然而然地想伸手给季南希把脉。季南希眉目一抬，他明明只是像寻常一样看了谢云初一眼，谢云初却感觉到寒光四射，他瞬间缩回了手。师傅，弟子并没有冒犯之意，只是想给您检查检查。云初何时变得那么胆小？谢云初闻言抬头，季南希还是他记忆里的师傅，仿佛刚刚只是他的错觉。师傅，您没事了，您吓死弟子了。手术做得很好。师傅，这是从您的头颅里取出来的东西，可是弟子开颅以后发现颅骨是完整的，不知道这小东西是怎么放进去的。季南希看着那托盘里面类似芯片的东西，怒意横生。拿出去洗干净再给我。是，师傅。谢云初拿着东西出去了。安南，这东西在你脑子里面多久了？将近20年。你不疼吗？不疼。安南，之前你一直说你不是以前的季小姐，是因为这小东西害你失去了记忆，是吗？季南希点头，萧景琦鼻尖一酸，面上带笑，心里却难受得很。安南，我就知道你一直都是我的南希，是我认定的爱人。萧景琦，谢谢你。季南希神色温柔，谢谢你不曾放弃我，谢谢你始终如一的爱我。萧景琦起身，俯身在季南希的额头落下一吻。不用谢我，遇到你是我三生有幸。我也是。安南，你再睡一会儿，我陪着你。等你休息好了，给我讲讲你失去的记忆。我失去的记忆啊，那也许讲一辈子也讲不完。那就下辈子接着讲，生生世世，直到讲完为止，我愿意听。好，数十万年的记忆，兴许真要讲三生三世，只要萧景琦愿意听，他就愿意讲。季南希缓缓闭上了眼睛，很快季南希进入了梦境。天光虚影，宇宙无极。那普隐寺的主持给他的那块玉佩，上面的字就是他的出生地。宇宙尽头，时空之城。
主上万安。与此同时，普隐寺主持正在打坐，突然他双眸睁开，脸上露出一丝笑容。恭迎主上归来。倾国皇宫，你终于来了。你从时空之城一路追来，如今九州的这一场人间浩劫，你再也阻止不了。万物之主，只能是我楚天渊。纪南希一觉醒来，已经第二天清晨。昨天你动手术的时候，有人趁机围攻神仙居，被我们当场抓住，留了活口。媚叶堂的人，你都知道了？知道。之前在太后的葬礼上，纪南希故意放走的就是媚叶堂的堂主洪石生。事后，母亲查到洪石生是楚天渊的人，他之前是想放长线钓大鱼，如今他恢复了记忆，自然也没有必要留着洪石生了。安娜，你想怎么处置？一锅端吧。纪南希总算明白了，为何他当初百般寻找血魄会出现在媚叶堂，这一切都是楚天渊的授意。元宵节，让媚叶堂消失。好。那语气仿佛纪南希要天上的星辰，他也会爬着天梯去给他摘。媚叶堂是京城最神秘的存在，无人知道他的幕后老板是谁，他们怎么会对你下手？媚叶堂真正的主人是楚天渊，也就是倾国的国师，也是当初指使萧锦华跟洛星给你下毒的真正凶手。纪南希将当年事情的大概经过和萧景琦说了一遍。所以前不久和倾国的谈判，实则是和楚天渊的交锋。是的。听你这么讲，楚天渊肯定不会善罢甘休，你们之间的恩怨还会了结。安南，以后不许你独自一人面对危险，无论是再危险的地方，我都愿意陪着你去。好。你之前说要等天下安定才能和我成亲，就是因为和楚天渊之间的恩怨？那时候我还不知道楚天渊的存在，但的确是因为他。安南，等和楚天渊之间的恩怨了结，我们就成亲吧，好不好？你这是在求婚？不是，我看了话本子，求婚应该很隆重的。安南，以前是我亏欠了你，如今老天重新给了我一次机会，我会加倍珍惜的。我要给你九州最盛大且独一无二的婚礼，求婚也不能马虎，等我选个黄道吉日再认真给你求婚。好，那我就等着看我们秦王表现。纪南希盈盈一笑，二人有说有笑，岁月静好。2月25，玉娆公主的孩子出生，是个男孩。可是很不幸的是，孩子是个痴儿。此时玉娆公主虚弱地躺在床上，萧景睿抱着孩子，神色温柔。公主，看看我们的孩子。玉娆公主别开脸，满脸不悦。萧景睿也不生气，你看看我们的儿子眉毛嘴巴长得有多像我。哼，一个傻子有什么好高兴的？哼，一个傻子有什么好高兴的？他原以为可以母凭子贵，风光荣耀，岂料竟然生了一个傻子。他会成为全京城甚至全天下的笑柄，他哪里高兴得起来？玉娆公主，这是第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，再让我听到你骂我儿子傻子，我杀了你！二人的争吵声惊得孩子哇哇大哭，萧景睿连忙轻唤着孩子，低声哄着。等到孩子不哭了，他才对玉娆公主道：从现在开始，你的禁足取消了，你自由了。他说完，抱着孩子离开了房间。玉娆公主内心充满了无助，一时之间，她竟然不知道路在何方。她不理解的是，为何太医一直把脉都是好好的，孩子生下来却是傻的。萧景睿抱着孩子出去，李琦禀报说高权带着赏赐来了。可等他到了前厅一看，顿时脸色就变了。所谓赏赐，不过是一件衣裳、一套银首饰、一碗米。高公公，我父皇还说了什么？皇上说希望皇孙平安长大。多谢父皇。高权离开，萧景睿面色冷到极致，他再一次感受到了皇家的冷漠。其实这件事也不怪嘉圣帝，第一个皇孙就是个傻子，这是凶兆。如果遇到其他帝王，会直接下令处死这个皇孙。而嘉圣帝的赏赐寓意是给他衣穿饭吃，会保他荣华富贵、平安长大。可谁知萧景睿竟然不领他的情，这个误会也就造成了后面的滔天大祸。转眼就到了3月初5，嘉圣帝带着文武百官去狩猎。那熊是怎么回事啊？有人故意放的。是谁啊？目前查到的是季勇长。是他？嘉圣帝明显也很惊讶，一个不起眼的臣子，如果季永长不是纪南希的大伯，虎威将军的弟弟，萧景瑜的岳丈，谁又认识他是谁？他为何害朕？还没有来得及问，臣听说你醒了，就过来了。把他带过来，朕倒是要问问他，谁给他的胆子害朕？是。
纪南希亲自去带纪大爷。他一到关押纪大爷的房门口，就见护卫倒在门口，房间里面的穆青已经倒在地上，而纪大爷则垂着头，嘴角还有血渍，已经死了，服毒自尽。而另外一边，裴木之则扶起了穆青。师傅，穆青还活着。纪南希来到穆青身边，掏出瓷瓶，为他服下一粒药。穆青缓缓醒来。楼主，有刺客。刺客已经跑了。纪大人呢？他死了。你命大，我们来得及时，不然你也得死在对方手里。楼主，属下没有保护好，凶手是属下失职，请楼主惩罚。不怪你，对方3个人全是顶尖高手，用了碎裂的毒药，你能活下来已经很厉害了。楼主，带头的人是叶石。我知道，我灭了媚叶堂，他们这是在示威，也是在报复。当然，他只说出了一点，纪大爷的死和纪兰有没有关系呢？纪兰这个亲生女儿又充当什么角色？无知，带着纪永长的尸体去见皇上。和纪永长一同出现在嘉圣帝面前的还有一张纸，是纪永长的亲笔认罪书。他对自己犯下的罪供认不讳，畏罪自杀，愿意一人做事一人当，恳求嘉圣帝放过继父。嘉圣帝看着这认罪书，勃然大怒。阿南，你怎么看？到了这里，纪南希已经知道楚天渊用心之险恶，他若如实交代，势必牵扯出和楚天渊之间的私人恩怨。可如果不照实说，那又怎么解释纪大爷的死？纪南希最后决定遵从本心。皇上，纪大人的认罪书上写，他只是为了增加围剿的乐趣，才指使侍卫放熊出来，从而误伤了皇上。他的这一说法，臣认为他没有说实话。纪大人为官多年，岂会不知皇家猎场不能出现凶猛动物的规矩？他是明知故犯，是另有所图。至于他要图谋什么，臣暂时没有查到证据，不好妄下定论。阿南，你认为继父该如何处置啊？按律处置。但凡曾经的继父有一人对他付出一丁点的善意，他今天也会伸手救下继父的无辜之人。阿南，去让萧景瑜来见朕。是，皇上。萧景瑜被裴木之拿下以后，一起带了回来。父皇，你要为儿臣做主啊！安南郡主指使裴木之把儿臣关了起来。父皇，安南郡主根本不把皇家威严放在眼里。他每说一句，嘉圣帝的面色就冷一分。他哭诉了半天，都没有问候嘉圣帝一句。萧景瑜见嘉圣帝只是盯着他，半天不说话，他才反应过来。父皇，您是不是哪里不舒服？还是儿臣做错了什么？萧景瑜，你对于你岳丈谋害朕一事如何看呀？父皇，我岳丈忠心耿耿，他肯定不会谋害你。纪大爷如果谋害嘉圣帝，在这利用捆绑的局下，他就是最大嫌疑人。纪南希把纪大爷的认罪书摆在萧景瑜的面前，萧景瑜眼睛都瞪大了，他简直不敢置信。不过当他看到纪大爷已经畏罪自尽的时候，他顿时浑身就轻松了。皇上，儿臣也是受他蒙蔽的。萧景瑜，朕问你，此事你知不知情啊？儿臣不知。你确定？儿臣确定。父皇，您不会怀疑儿臣吧？儿臣是您儿子呀，怎么可能害你？你退下吧。萧景瑜不敢多言，他怕说多错多。父皇，儿臣告退。萧景瑜才离开，婉贵妃就进来了。皇上，臣妾终于见到您了。婉贵妃眼眶红红的，脸上却带着勉强的笑。你哪里受伤了？严不严重啊？爱妃不必担心，有安南在，朕一切安好。皇上就知道安慰臣妾，五殿下都拿出您的龙袍碎片了，你怎么可能没事？什么龙袍碎片啊？婉贵妃就把萧景瑜昨天在围猎场上耀武扬威的事如实说了一遍。皇上，臣是无奈之下才扣下殿下的，请皇上恕罪。裴木之回来一直在忙，还没有来得及禀报此事。嘉圣帝明白了刚刚萧景瑜一进来就跪求他做主的事，原来萧景瑜是在贼喊捉贼，他这个亲生儿子是如此迫切的希望他出事，然后好除掉一起，自己称帝。安南，立刻彻查此事，无论是谁阻拦，格杀勿论。是皇上。皇上，您受伤的消息臣一直封锁着，如今伤势平稳了，要公布吗？酌情公布。是皇上。萧景睿闻信赶来神仙居，此次围猎他是负责安全的人。如今嘉圣帝出事了，虽然主谋不是他，可他依然脱不了干系。父皇，儿臣失职，害得父皇受伤，请父皇恕罪。此时纪南希等人都退出去了，屋里只剩下嘉圣帝和萧景睿。瑞儿，当初负责狩猎安全的事，朕本来是要交给安南负责的，是你跪着求朕把这个差事交给你，
朕想到以前忽略了你，有心补偿你，这才把这个机会留给你。可是你是怎么做的？围猎场的规矩3查3防，你做到了吗？儿臣做到了。那为何还有熊出现？萧景睿无言反驳，他心里却在埋怨，这件事是纪永长勾结猎场侍卫做的，和他有什么关系？是你能力不够，还是你故意疏忽？父皇，是儿臣的能力不够，请父皇恕罪。既然能力不够，就好好学习，多向安南郡主学习，回去面壁思过一月，多想想自己怎么提高自己的能力。萧景睿听到嘉圣帝3句话不离纪南希，他心里的恨意更浓烈。是，父皇。随后，纪南希和萧景祺护送嘉圣帝回宫，同时对外宣布纪永长伙同猎场侍卫谋害嘉圣帝，继府10岁以下的孩子发配边疆，其余人全部处斩。祭祀严一房早早的被纪大爷和纪三爷赶了出去，因祸得福，逃过一劫。萧景瑜从神仙居回到自己府里，将自己关在书房，瘫软的躺靠在木椅上，捏着眉心，内心充满了无助和恐慌。殿下，求求您救救我的家人。那是父皇下的命令，我怎么救啊？除非纪南希开口。你和纪南希是姐妹，你去求她，她说不定会帮你。殿下，如今被禁足，我出不去府啊。纪兰不是没有想过去求纪南希，他如果出府被发现，到时候罪加一等，得不偿失。是你被禁足重要，还是你家人的性命重要？主意我已经给你出了，去不去你自己决定，那是你的家人，又不是我的家人。纪兰听着萧景瑜如此冷漠的话，一脸惊愕，眼前的一切告诉他，这个曾经将他呵护备至的男人，现在不爱他了。萧景瑜，你别忘了，我爹是在为谁做事？如果父皇知道此事，你大可以去试试。我死了，你也得死。纪兰沉默了，他不能死，他还有仇未报。如果你要去见纪南希，悄悄出府，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但如果被其他人发现，我不会帮你求情，一切都是你一个人所为。你别想耍花招，你和我现在是一条船上的，只要你好好生下孩子，荣华富贵少不了你的。纪兰当初得到萧景瑜的爱有多幸福，此时的他就有多痛苦。他望着萧景瑜，满心痛恨，一字未提，转身离开。到了晚上，纪兰乔装打扮来到神仙居门口，门口的护卫将他领到纪南希面前。安南郡主，皇子妃如今胆子狂妄了，被禁足了还敢跑出来。安南郡主，求求你救救我们的家人。我们？那是你的家人，不是我的家人。郡主，我知道当年之事，我们的确做得不对，可是如今我们已经遭到报应了。纪兰说的话是在求人，可是他已经习惯了高高在上的态度。郡主，就算你不承认，我们身上也始终流着相同的血，我们是同一个祖宗，只要你能放下他们，我让他们给你磕头认错。磕头认错有什么意思？直接死岂不是更解气？世人皆赞安南郡主善良仁慈，可是他们不知道，安南郡主是一个见死不救的人，竟然盼着自己的家人死。你这是求人的态度，别人没有按照你的心意办事，就开始嘲讽。继府的人曾经在我身上种下的恶，让他们就这么死了，都是便宜他们。他们这是自食恶果，按照律法谋害皇上，满门抄斩。皇上仁慈，还放了继府10岁以下的孩子一条生路。你以为他是在给你脸面吗？纪兰头都抬不起来，嘉圣帝怎么可能给他脸面？嘉圣帝这是在给纪南希脸面。你都能逼死你爹，如今却求我救你家人，你演戏给谁看？给你九泉之下被你害死的爹看吗？你胡说！我爹是畏罪自尽，和我有什么关系？有什么关系你心里没数。你爹不是畏罪自尽，是被人毒死的。毒死他的人正是受了你的请求。至于你们之间有什么勾当，纪兰，你心知肚明。纪南希的话像一根铁棍，一棒接着一棒，狠狠地捶在纪兰的身上，活活地捶碎了他的五脏六腑。纪南希见状，确定了纪兰在和叶石勾结。他刚刚只是试探纪兰，并没有确凿证据，岂料纪兰用行动都招了。你爹死得极惨，死不瞑目。我记得你从小就很优秀，整个继府都喜欢你，就连你爹也宠爱你这个女儿胜过你哥哥。你爹到死都不会想到，是你这个他放在掌心上的女儿，
要置他于死地。季兰闻言泣不成声，的确是他让叶氏杀的季大爷。季兰，如今季府落得如此下场，真正的凶手是你，是你利用你爹，然后又杀了他，是你连累了整个季府，害得季府家破人亡，满门抄斩。季兰直接瘫软在地，哭得整个人都麻木了。他亲手葬送了给予他生命的爹娘，陪伴他长大的哥哥，养育他长大的家。季兰，你告诉我，你自己造的孽，你有什么资格来求我救人？你还指责我见死不救，你有脸说这话吗？季兰今晚是真心来求季南希的，他没有想到求人不成，反被季南希狠狠羞辱。季兰，你为萧景瑜做这么多，害死了自己的至亲，你得到了什么？你怀着身孕，还在禁足中，却自己冒险来求情，大概是萧景瑜根本不管你死活吧。我真替你感到可悲，真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，至亲被你害死，你以为的爱人弃你不顾。季兰，你已经一无所有了，你已经知道了那么多，为什么不去皇上面前揭穿我？为什么要揭穿你？季南希，你那么恨我，你难道不想报复我？你还需要我报复吗？你是不是觉得你还不够凄惨？在你眼里我是你的对手，而在我眼里你不配做我的对手。你的死活对我的生活影响并不大，你还不足以让我花费我宝贵的时间去对付你。来日方长，我看着你怎么一步一步把自己作死。季兰闻言又是一怔，这样的打击对于他这样自尊心极强的人来说是致命的。滚吧，3天以后去给你家人收尸。季兰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从神仙街回来的，他甚至不知道何时下起了瓢泼大雨，他浑身上下都被淋湿了。皇子妃，您要振作起来啊！您肚子里还有孩子，等孩子出生了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殿下如今已经不爱我了，就算我生下了孩子，他也不会喜欢。皇子妃，不管殿下怎么看，您都是皇村的娘，如今那一个是傻的，说不定皇上正盼着您肚子里的孩子呢。季南希已经知道了一切，就算我生了孩子，他也不会放过我的。皇子妃，我们后面还有人呢，如果我们先杀了季南希，我们就安全了。季兰听了林香的话，仔细想想是这个道理。过了一会儿，他调整好情绪，就联系了叶时。转眼到了4月15，谢云初和白小鱼成婚了。此时谢云初和白小鱼正式拜堂。唉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轮到我成亲呢？秦王想要成亲，有的是女子排着队嫁。弱水3千，我只取1瓢饮。安南，你明白我的心的。我明白。安南，无论多久，我都等你。二人这般亲密无间的举动落在顾一峰眼里，他神色暗了暗。就在这时，董长歌轻轻拉了拉他的衣袖。顾少爷，你看那幅画好漂亮。他故意转移顾一峰的注意力。顾一峰看到的是季南希送给谢云初的画。有个画画的师傅就是不一样，别人把袁大师的画都当成传家宝一样供着，生怕被别人惦记上。谢神医竟然明目张胆地把画挂在前厅。什么？你把袁大师这样的人物称作是个会画画的人？他岂止是会画画呀？谁敢偷谢神医的画呀？不说安南郡主，就是老夫也不会答应。顾一峰听到众人明里暗里的夸赞，他脸上渐渐浮现出笑容。董长歌把他的笑容看得明明白白。安南郡主真厉害，我们大家都喜欢她。董小姐也很优秀，也有很多人喜欢她。顾少爷，我有话对你说。顾一峰看向董长歌，他不傻，当然明白董长歌要说什么。可是这里宾客众多，她一个女孩子哪里来的胆量和勇气？其实我喜欢你很久了。董长歌双目澄亮，真诚大胆。他盯着顾一峰，脸颊微微泛红，略带羞涩，更多的是期盼。我想像你守护安南郡主一样守护你。董虔诚正在那边欣赏季南希的话，突然听到董长歌的话，闻言转过头来，震惊又心疼。顾一峰的沉默让周围开始起哄，也让董长歌脸上的期盼缓缓消失。顾少爷，我知道你不喜欢我，其实……谁说我不喜欢你啊？瞬间周围一片安静，众人屏息凝神。董长歌当即愣住了。我刚刚在确定我的心意。那你确定了吗？我确定了。顾一峰知道今日话一出口，他就要对董长歌负责了。今生今世，董长歌不负他，他不负董长歌。董大人，不知您可否同意将您的爱女嫁给我？如果同意，我择日登门提亲。
只要长哥喜欢，我没有意见。多谢董叔叔。顾一峰瞬间改了口，董前程笑容满面，一时之间都是恭贺董前程的声音。长哥，我可以这样叫你吗？董长哥不停点头，像是小鸡啄米一样。长哥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在我低迷期出现，拉了我一把，谢谢你足够勇敢，先一步说喜欢我，谢谢你伸出手带给我温暖。董长哥回过神来，咬着唇，满脸羞红。纪南希回到神仙居，就听到了一个爆炸性的消息。楼主，萧景瑜3天以后要迎娶秦武小姐进宫。哪个秦武小姐？秦家小姐的庶妹。这是怎么回事？萧景瑜不是在追求秦家？今天萧景瑜去谢公子府上喝了喜酒，然后碰到了秦家小姐，就约秦家小姐出去吃饭。秦家小姐想要趁此机会和萧景瑜解释清楚，彻底拒绝他。没有想到萧景瑜在酒水里动了手脚，想和秦家小姐生米煮成熟饭。更让人想不到的是，秦武小姐一直躲在后面，她趁机打晕秦家小姐，和萧景瑜生米煮成了熟饭。纪南希听明白了，秦家那么聪明，按照他对秦家的了解，兴许秦家是故意被那庶妹敲晕的。这样一来，他不仅是无辜的，还把萧景瑜这个麻烦给解决了。继续盯着萧景瑜，找到证据。是，楼主。由于萧景瑜和秦武小姐在一起的方式极不光彩，3天以后，萧景瑜只吩咐一顶轿子，就把秦武小姐抬进了府，成为了他的侧妃。今夜是侧妃秦武小姐入府的日子，萧景瑜自然是宿在秦武小姐那里的。季兰的禁足已经被解除了，她抚摸着自己6个月身孕的肚子，望着秦侧妃的院子，满眼恨意。与此同时，玉娆公主的院子，公主已经查实，您的孩子之所以痴傻，是被季兰动了手脚。仔细说来，玉娆公主满脸恨意，暗卫将查到的一切如实禀报给玉娆公主。公主，我们要不要把此事告诉殿下？不用。公主，那现在我们该怎么办？季兰害了我的孩子，我也要她的孩子生不出来。到了第2天，一夜未眠的季兰坐在主位上，等着秦侧妃给她敬茶请安。可是直到日上3竿，秦侧妃才姗姗来迟。姐姐，劳烦你久等了，昨天夜里太累了，今天殿下让我多睡一会儿。没有想到殿下真是贴心呢。林香，张嘴。季兰从小学的是端庄得体、落落大方，秦侧妃这样不入流的行为，她是最看不上的。姐姐，我错了，我以后再也不和姐姐争殿下了。姐姐别打我。季兰，你要做甚？秦侧妃低头得意一笑，哭得更凶了。季兰看着萧景瑜，满脸失望。萧景瑜不爱她了，更是被美色所惑，连秦侧妃这种货色都能看得上。殿下，我身为正妻，难道连教训一个妾的资格都没有？没有，菲儿没有做错什么，你无权教训她。菲儿，哼，一个主动爬上萧景瑜床的狐妹子，也配萧景瑜如此称呼？季兰满脸不屑。既然皇子妃如此不待见菲儿，那菲儿以后的请安就免了。菲儿，我们走。他拉起秦侧妃的手，蓦然离开。季兰气得险些晕死过去。她如今躺在孕中，萧景瑜就敢如此对她。如果以后等她生了孩子，萧景瑜可能随时休了她。皇子妃，您别生气了，生气对孩子不好。您喝点粥。不想吃。您不吃怎么行呢？你想吃什么？奴婢让厨房做。我想喝酸梅汤，你去街上给我买，厨房做的不合口味。是，奴婢这就去。凌香出了门，直奔卖酸梅汤的店。她买好酸梅汤，正往回走，突然眼前冒出一群人，把她套上麻袋，她瞬间晕了过去。公主，你抓我来做什么？做事？不可能，我是绝对不可能背叛我们家小姐的。我从来不强人所难，如果你不愿意就算了，你走吧。凌香爬起来就要跑，她还没有跑到门口，身后就响起了玉娆公主的声音。你说我告诉季兰，今天你和我私下见了一面，你说季兰会怎么想啊？我和我家小姐自小一起长大，情同姐妹，她会相信我的。什么情同姐妹啊，全是哄人的鬼话。你还不是天天给她端茶倒水，只是一个丫鬟身份。凌香哑口无言，玉娆公主有些失去耐心。你再对季兰忠心，你一辈子也只能是一个丫鬟。如今季兰已经失势，你跟着她没有好前途。而我不一样，我是北上公主，只要你听话，我可以保你后半辈子衣食无忧。其实玉娆公主选择凌香是有风险的，选择凌香虽然风险很高，但胜算很大。一旦凌香背叛季兰，她就会大获全胜。凌香听到此处，心里开始动摇了。她身为季兰的丫鬟，以前季兰光鲜亮丽，她也没有受过太多的苦，往后她也不想受苦。为了自己将来的日子好过一些，她下了决定，10万两银子成交。凌香买着酸梅汤回府，季兰有些不耐烦。
买个酸梅汤怎么去了那么久？皇子妃，奴婢想着您只喝酸梅汤不够，就去给您买了甜心酥，耽搁了时间。林香微微低着头，不敢看季兰。季兰接过来一看，满心感动。林香，还是你对我最好，如今只有你记得我喜欢吃的东西了。那以后奴婢天天给您买。自从今天季兰要打秦侧妃以后，秦侧妃再也没有来过她的院子。当然，萧景瑜也没有来过。他只听到消息，萧景瑜将秦侧妃宠上了天。6月初，秦侧妃传出喜讯，有身孕了。季兰听到这个消息，火冒三丈，气得早饭都没有吃得下。林香，去请个大夫来瞧瞧，我感觉孩子今天不怎么动了。皇子妃，天气热，月份大，孩子不愿意动是正常的。为何我最近说什么你都顶嘴？皇子妃，奴婢是为了您好啊，还敢狡辩？林香不敢说话。正巧此时秦侧妃来了。呀，我就说殿下怎么整日待在我的院子里面不走，原来啊是姐姐太凶了呀。秦侧妃一边嘲讽一边走进屋来。凌香，你要是受了委屈就告诉我，我替你做主。秦侧妃，你别蹬鼻子上脸，这里不欢迎你，滚！姐姐，你还不知道吧？这里很快就是我的了。什么意思？殿下说，只要我生下儿子，他就扶我做正妃。至于你嘛，该去哪儿就去哪儿。不过看你给他生下孩子的份上，不会饿死你。你撒谎，我没有做错什么，殿下无权休我。殿下想要休你，难道还找不到理由吗？哼！季兰瞪大双眼，直接气晕了过去。秦侧妃见状，立即让丫鬟去请大夫。过了一会儿，丫鬟请了大夫，大夫一把脉，说季兰肚子里的孩子已经死了。此事非同小可，秦侧妃吓坏了，连忙去叫萧景瑜。萧景瑜请来宫里的太医，太医也说季兰的孩子没有了。太医将此事禀报给了嘉圣帝，嘉圣帝震怒，立即宣来纪南希，要纪南希彻查此事。纪南希来到萧景瑜的府邸，见季兰躺在床上，面色苍白，奄奄一息。他迅速把脉，面色一点一点往下沉。你的孩子不是被下没的，是中毒了。你撒谎！你为何要帮秦侧妃？我知道了，是因为她是秦家的妹妹，秦家是你的学子，所以你要偏袒她是吗？秦侧妃听到纪南希所言，那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。安南郡主都说了，你不是被我下的，你的孩子是被人下毒毒死的，和我没有任何关系。纪南希没空理会秦侧妃和季兰之间的争斗，他只是冷漠地告诉季兰，想知道真相就好生配合，胡搅蛮缠毫无意义。纪南希见季兰安静了，知道季兰信了他说的话。他问了一些问题以后，然后看向林香，把皇子妃进来吃的用的都拿过来。所有东西都检查过了，没有任何问题。就在这时，有仆人进来禀报说有人送酸梅汤来了。之前的酸梅汤都是林香每日亲自去买的，后来天气热了，季兰心疼他，就让卖酸梅汤的老板每日送到府里来。你每日都喝酸梅汤？季兰点头。那你刚刚为何不说？酸梅汤一直是由林香去买来送到我手上，不会有问题。纪南希没有理会他说的话，而是看向林香，把装酸梅汤的碗拿来。林香内心早就慌得不行了，她站着不动。你没有听到安南郡主说的话？林香拖着千斤重的腿走向外间，拿来了一个瓷碗。就在跨门槛的时候，她手一滑，碗摔到了地上。郡主，奴婢不是故意的，奴婢该死。纪南希看得好好的，他看见林香是故意摔倒的。他走到那些碎瓷片面前，掏出药粉一撒，那些白花花的碎瓷片变得一片漆黑。碗里有毒，老实交代，为何要害皇孙？没有，奴婢什么也没有做。皇子妃，你要相信奴婢，真的不是奴婢做的。奴婢对您一片忠心，怎么会害您呢？是安南郡主，是他故意陷害奴婢。林香，我们一起长大，我对你像对待自己的亲妹妹一样，你为什么要害我？为什么？皇子妃，他话未说完，被萧景瑜一脚踢开。贱婢，还不从实招来，不然直接杖毙！林香自知躲不过，就把自己所犯下的罪一五一十的交代了。当然，他也供出了玉娆公主。季兰面目狰狞，他恶狠狠地看着林香。贱婢，我要杀了你！他一激动，直接从床上摔滚下来。我就说嘛，我是无辜的，原来是被自己身边的人背叛了呀，真可怜。他这话狠狠地羞辱了季兰。季兰仰头看着萧景瑜站在秦侧妃身边，郎才女貌，很是般配，他感觉很刺眼，心痛得无法呼吸。他见萧景瑜只是冷冷地看着他，没有来拉他一把的意思。刹那间，愤怒、委屈、耻辱、不甘填满了心间。他要报复萧景瑜，他就算死也要拉着萧景瑜一起下地狱。于是他将目光转到了纪南希身上。求你，救我！
我可以给你证据。他声音很小，纪南希却听见了。纪南希看了穆青一眼，穆青把纪兰扶了起来，他施针，暂时把纪兰的命保住。他吩咐穆青去找萧景琦，让萧景琦去把玉娆公主押进宫。2个时辰以后，纪南希带着纪兰、凌香，还有那早就没有了气息的孩子一起进宫。玉娆公主，你可知罪？皇上，我为自己的孩子报仇，何罪之有啊？此话何意啊？皇上，纪兰指使人害了我的孩子，那也是您的皇孙，如今却变成了一个傻子，我难道不应该给他讨回公道吗？玉娆公主说的可是事实？纪南希给纪兰施了针，纪兰勉强有了力气，她知道狡辩没用，干脆承认了。是，都是我做的。荒唐！身为人母，你们的良心何在？玉娆公主残害皇嗣，废除其皇子妃身份，囚禁冷宫，永远不能出冷宫半步。皇上，我不服，我只是为自己的孩子报仇，我没有错。纪兰害了你的孩子有错，但你害死了朕的另外一个皇孙，你又岂能无辜啊？你和纪兰都该死，可怜朕无辜的皇孙。玉娆公主身份特殊，不然她就不是被囚禁冷宫，而是直接处死。我是北上公主，谁敢囚禁我？压下去！玉娆公主很快就被压下去了。既是心狠手辣，德行败坏，残害皇嗣，贬为庶人，立即处死。纪兰早就知道是这样的结果，她不狡辩，只是看着萧景瑜。忽然她目光一狠，皇上，民女有话要说。证据确凿，还有何话可说呀？民女揭发五皇子谋害皇上。父皇，儿臣是冤枉的，纪兰已经疯了，他的话不可信。萧景瑜说完，拔腿跑向早已瞄好的侍卫腰间的刀，迅速拔出来砍向纪兰。纪南希手迅速一抬，那原本应该落在纪兰脖子上的刀，最后落在了纪兰的手臂上。当然，他的银针完全可以打掉萧景瑜手中的刀，让纪兰免于受伤。可是他想让纪兰受到惩罚，故意让他挨一刀。萧景瑜，皇上在此，你竟敢杀人灭口！我只不过是杀了一个疯子，免得他胡言乱语，污了我父皇的耳朵。纪兰在晕死过去以前，听到的就是萧景瑜这句话，多可笑啊！萧景瑜，你以为你杀了纪兰，你所犯下的罪就没有人知道了？萧景瑜瞳孔瞬间一缩，笑容一僵。他是害怕纪南希的，可是他又心存侥幸，他眼中闪过一丝得意。皇上，臣已查到猎场指使侍卫放熊伤你的真凶是谁啊？武殿下萧景瑜。父皇，儿臣冤枉，安南郡主冤枉儿臣，他早就看不惯儿臣了。安南，上证据。片刻以后，穆青带着一人进殿来。明儿，你来做什么？明儿是秦侧妃的陪嫁丫鬟，她没有回答萧景瑜，而是走到嘉圣帝面前，撕下自己脸上的人皮面具，露出一张新的面孔。草民云素参见皇上。你不是明儿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你是皇上，草民是郡主属下，奉郡主之命，乔装成秦侧妃侍女，潜伏在武殿下府内，终于找到了武殿下谋害皇上的罪证。在一次醉酒中，萧景瑜过度放松，他酒后吐真言，说出了一个地名出来。纪南希顺藤摸瓜，查到了萧景瑜所有的罪证。抬上来！纪南希一声令下，数人抬着几筐东西进来，暴露在众人视线里面的有账本、金银、兵器、龙袍。皇上，这些都是从东山地下皇宫里面搜出来的，而这地下皇宫也就是萧景瑜藏罪证的地方。给秦侧妃说的话就是他有一座宫殿在东山，秦侧妃哪里会当真？嘉圣帝从龙椅上下来，走到那些箩筐前面，看着里面的罪证，心寒到极致。他走到萧景瑜面前，一脚踢向萧景瑜。父皇，儿臣错了，儿臣再也不敢了。父皇，你饶了儿臣吧。皇上，这本册子里记载的就是萧景瑜跟纪勇长勾结，指使侍卫放熊害你的证据。嘉圣帝展开一看，里面记载详细，包括每个实施的细节。嘉圣帝看完整个经过，气得浑身颤抖。朕到底造了什么孽，生出你这个不孝子？父皇，儿臣错了，你原谅儿臣吧。父皇，儿臣再也不敢了。萧景瑜，朕给过你机会，你说你对纪永长的所作所为毫不知情，朕对你很失望。他说完，身体踉跄。他的亲生儿子竟然用如此歹毒的法子置他于死地，他怎能不寒心？嘉圣帝坐回到龙椅之上，眼中闪过一丝痛苦，最后还是做了决定。萧景瑜犯上作乱，弑君杀父，罪大恶极，罪不可恕，宣贬为庶人，
囚禁天牢，永生不得出狱。嘉圣帝对萧景瑜恨之入骨，但虎毒尚不食子，他还是留了萧景瑜一条命。不过这样的活着，还不如凌迟处死。他今后就算死了，也要把他烧成灰，葬身天牢。萧景瑜很快被侍卫拖了下去。季兰看着萧景瑜渐渐消失的身影，他知道接下来就是他了。他早就醒过来了，是纪南希时针让他醒的。到了现在，他才明白，纪南希根本不需要他提供什么证据，纪南希就是要他活着。纪南希要他清清楚楚地看着他是如何惩罚他和萧景瑜的。季兰和萧景瑜勾结，一起谋害朕，罪大恶极，谋害皇孙，数罪并罚，凌迟处死。纪南希，你赢了，下辈子我一定要赢了你。很快，侍卫就把他拖了出去。至此，季府一门只有虎威将军这一房的纪南希大放光彩，其他几房全部没落。随着萧景瑜落败，皇子就只剩下萧景睿和萧景恒了。萧景恒在纪南希的精心教导下，加上他天资聪颖，他已经表现出超出同龄常人的智慧和能力。6月底，嘉圣帝考察萧景恒的功课，顺便让萧景睿也参加。他出的考题是论名贵君亲。父皇，儿臣以为名贵君亲对，也不全对。名为邦本，但若民不奉君，这样的民则应杀之；对于禁君之民，则应厚待。没有君，何来社稷？民又如何生存？所以儿臣认为这句话应是君重，社稷次之，民最轻。他说完，看了萧景恒一眼，心想这么小的萧景恒哪里懂什么治国之道？他心里不由得放松。萧景恒啊，说说你的看法。父皇，儿臣认为此观点是对的。无民何谈社稷？何为君王？民为邦本，得民心者得天下。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。为君者，心里要永远把百姓放第一位。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，这才是为君之道。嘉圣帝闻言，脸上渐渐露出喜色。好，好。最后，嘉圣帝奖赏了萧景恒一套笔墨纸砚，而萧景睿则象征性的得了几本书。二人出了御书房，正好遇到纪南希进宫来见嘉圣帝。师父！萧景恒跑向纪南希，等到了纪南希面前，又连忙站住，一本正经的行礼。弟子见过师父。安南郡主日日进宫，辛苦了。尽管萧景睿掩饰的极好，但是对于能读懂人面部表情的纪南希而言，他一眼就识破了萧景睿内心对他的憎恨。多谢陛下关心。纪南希没有戳破萧景睿，他也不想和他多言。他和萧景恒说了几句话以后，就进了御书房。恒弟，你别忘了自己的身份，你是皇子。安南郡主虽然是你师父，却也只是臣。你这样讨好他，丢的是皇家的脸。西哥，你认为我该怎么做啊？你是主子，他是臣，你得端起架子，别让他欺负你年幼。你要让你师兄师姐们尊敬你，怕你，这样才显得你身份尊贵。西哥说的话，我会原封不动地转告给我师父。我师父是天下第一才女，我要让他评评理。别去，西哥怕了。我又没有说错话，我怕什么？那我还是去找我师父。萧景睿连忙抓紧了他，他没有想到萧景恒真是人小鬼大。七哥，除非你说你错了，以后再也不说我师父坏话了，我就原谅你。让他给一个3、4岁的小孩道歉，那简直就是侮辱他。可是，一番权衡利弊，他决定受这屈辱。抱歉，我错了。七哥，我师父说做人要宽宏大量，这一次呢，我就原谅你了。如果以后你还说我师父的坏话，我就不原谅你了。我师父那么厉害，你肯定打不过吧？萧景睿脸色一白，紧紧地攥着拳头。萧景睿咬着牙忍了忍，深深地看了萧景恒一眼。萧景恒毫不退缩，与萧景睿四目相对。恒弟，你可要快点长大，你的师父可不能保护你一辈子。他说完大步离开。萧景恒依旧笑着，仿佛不经事一般。他看着身边的小太监，小桂子，刚刚的事儿你别告诉我母妃。他不想让他母妃为他的事担心。是，殿下。萧景睿和萧景恒在嘉圣帝面前的辩论很快传开了，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。如此一来，萧景恒在民间的呼声比萧景睿还高。随着季兰的死讯传开，曾经依附他的人开始发慌。7月初，纪南希进宫给婉贵妃把平安脉。娘娘，天气闷热，您别贪凉。最近吃冰镇雪梨吃的有点多，到了晚上啊，双脚总是冰冰凉凉的。娘娘不必担心，臣给您用药调一下就好了。好，
有郡主在，我自然是不担心的。正巧这时有工人进来禀报说魏烨来了，婉贵妃点头让工人带她进来。见过婉贵妃娘娘，见过郡主，起来吧。婉贵妃娘娘，这是上衣阁给您制的新衣裳，您试试看看是否需要有修改的地方。婉贵妃没有先回答魏烨，而是看向纪南希。郡主，这方面你比我懂，你帮我看看。是，娘娘。纪南希语气随意，看向魏烨。你把衣服展开我看看。魏烨心里十分不满，他是来向婉贵妃送衣裳的，纪南希有什么资格吩咐他做事？不过这些不满他只是想想而已，他可不敢公然说出来。他依照纪南希的话将衣裳展开。郡主啊，这次的衣裳主要是我设计的，采用蓝色，是因为天热，蓝色偏冷，娘娘穿上会有凉爽的感觉。刺绣用的是我新创的针法，百花争舞，绣的是牡丹，寓意娘娘富贵荣华。娘娘，这衣裳您穿的话，腰要再收1指，肩还需要垫1指，这样样式的衣裳，这个长度太长了，得再缩2指。安南郡主，婉贵妃娘娘衣裳的尺寸我们一直都有的，我是按照尺寸来做的，怎么可能有这么多地方出错？魏烨说出了心里的想法，顿时觉得憋在心里的那股气顺畅多了。谁做衣裳不是用尺子量尺寸呢？你就用眼睛看看，连衣裳都没有摸一下，你怎么就那么确定衣裳的尺寸不对？你怎么跟郡主说话的？还不给郡主道歉？婉贵妃娘娘，这衣裳我费了不少心思，没有想到被郡主如此践踏，我想要郡主还我一个公道。婉贵妃还想帮纪南希，纪南希却先开了口。娘娘，得劳烦您了。你说。娘娘，劳烦您穿上这衣裳，让魏执掌看看，他按照尺寸做的衣裳合不合身。这没问题。婉贵妃立即换上衣裳，她转了一圈，看向纪南希。郡主，真如你说的一样，腰宽了，肩没有撑得起来，这个长度我也不满意。魏烨顿时变了脸色，他盯着婉贵妃身上的衣裳，他知道纪南希说的是对的。魏执掌，你可看明白了？我的确是按照尺寸来做的衣裳。婉贵妃已经冷了脸，都到这个份上了，魏烨还在强词夺理。本宫把衣裳都穿在了身上，你难道没有看到尺寸不对？婉贵妃娘娘，下官没有说谎，是按照尺寸做的呀。魏烨行事出错，屡教不改，还多次顶撞本宫。来人，掌嘴！魏烨瞬间傻眼了，他之所以敢在婉贵妃面前为自己辩解，那是因为婉贵妃在宫中出了名的好说话。他还没有反应得过来，脸上就挨了几巴掌。魏烨，你可知错？婉贵妃娘娘，下官知错，娘娘饶命啊！你错在哪里？魏烨抬着红肿的脸，一脸茫然。婉贵妃看了一眼纪南希，你在做衣裳之前，可有重新来给娘娘量过尺寸？没有。